大家好，我是张大哥。现在我们要进行的是这颗从香港来的 W460的230G1的4缸分油盘在整修之前的故障测试。那这部车当然已经超过30年。30年的车就好像我们顶楼的水塔，30年下来，水塔里面一定有很多脏的东西。油箱呢是我们的污染源，就像水塔一样，经过30年，可能已经加了几千几万公升的汽油，胶质、油泥流下来，还有加上加油站的沙子，还在可能更严重的就是油箱的铁锈，造成我们的供油系统污染。那这个 M102的引擎4缸引擎，它是铸铁的底座，所以说它不容易变形，不会金属疲劳。如果不缺油不缺水，那用个50万公里绝对不是问题。但是经过30年的使用，我们的供油系统被油箱污染，我们就必须要进行一个供油系统的整修动作。当然心脏部分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颗分油盘，它是提供高压汽油给喷油嘴来做喷射，喷油嘴跟喷油盘当然都会污染，所以我们现在来做一个检测，看看经过30年之后它的出油状况。OK， 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分钟，好，开始。那标准的出油量在1分钟的全油门应该会在160到170之间。因为它经过30年的使用呢，它的可能会造成供油量整体供油量不足，或者是说每一缸的出油量不相同。那这样的话就会造成我们的可能会造成我们的怠速不稳定，可能会抖动这些都是堵塞之后可能所造成的现象之一。我们来看看它这颗分油盘的出油的状况。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缸，第一缸130，第二缸135，第四缸130，第三缸135，第四缸130，跟厂方要求的160到170之间，也就是在165左右，它差了30ml 左右。但是它有个优点，它出油倒是蛮平均的但这个状况是大油窦堵塞，也就是说，汽油一到喷油盘进来第一道那个最容易堵塞了。它这个喷油盘以这个状况，怠速应该还算稳定，但就是可能加速会不顺畅会加不到油造成马力不足。供油过稀可能会造成高温，引擎如果长期使用可能会造成受伤。等大哥检修过之后，我们再来看看它的出油状况。这颗编号54629的从香港来的 W460 230G 的4缸分油盘大哥已经完修了。那我们在整修之前，我们看到它由于大油道堵塞，每一缸的出油量平均都落在145左右。那跟厂方要求的160、170就差相当
大概25ml左右。那这个现象呢，可能会造成我们的因为稀薄燃烧供油不足，可能会造成我们引擎高温、引擎没力。经过大哥整修过之后，我们来看看它的出油量是不是能够达到厂方要求的，大概在170左右。好，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我们现在来做一个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好，开始。由于经过30多年之后呢，我们使用里程大概在20万公里左右。这个年代1990年代、80年代的车子，除了宾士车以外，奥迪、Volvo、BMW 几乎都已经淘汰了，也就可能有的报废了。只剩下宾士车，它还被我们所珍惜。当然有它的条件，引擎没有坏，但是供油系统被30年的老油箱污染了，所以我们现在要做一个供油系统、喷射系统的油路的总检查跟整修。时间快到了哦。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油右倒数分别是1、2、3、4缸，第一缸165，第六缸168，第三缸165，第四缸也是165，跟厂方要求的160到170左右的出油量，现在完全符合了。那这次的测试成绩相当漂亮，厂方要求是15%的误差，这次看下来在3%以内，成绩算相当优秀的。接着我们要进行的是这颗编号54629，从香港来的 W460 的230G 的4缸分油盘，完修后的第二阶段的测试，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OK， 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0分钟。好，开始。我们这个阶段的测试主要在测试它在怠速的时候的稳定性，4缸的出油是不是稳定，是不是平均？因为这个阶段的测试会绝对影响到我们怠速的稳定性，所以我们希望它的误差值是越小越好。由于时间的关系，等时间接近的时候，我们再回头来看它的测试结果。目前我们进行的是这颗编号54629 W460 的230G1 的4缸分油盘，完修后的第二阶段测试，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缸。第一缸192，第二缸192，第三缸192，第四缸也是192，几乎是零误差。厂方要求的误差是15%，我们这次的测试下来的误差几乎是0%。这代表说我们这颗喷油盘到时候它的怠速的稳定性绝对是相当好的。那因为经过30多年的使用，油箱污染了我们整个喷射系统。那经过这次整修之后呢，大哥建议这个机油的滤芯，我们引擎前面机油的滤芯跟汽油泵母旁边的汽油滤芯应该要同时更换，因为我们这个是30年的老车，不比5年、10年。油箱的污染必须要尽量避免所以我们建议油箱尽量维持半桶油，不要吃到底，因为底部是最脏的地方。汽油泵浦旁边的滤芯
要跟既有滤芯同时更换。可能老车会有多少积碳的现象，会造成缸压过高。偶尔跑一下高速公路把表面的积碳清掉这部车再使用个20年不是问题了。OK，大哥的报告到此结束，拜拜。